作为一位加拿大旅游达人，在夏季当然要搭乘水上飞机，在温哥华市中心上空兜上一圈了。您问我是什么感觉？就俩字儿，倍儿爽。其实，水上飞机不仅仅是一项娱乐活动，更是加拿大沿海城市的特有的交通工具。我今天要搭乘的水上飞机就位于温哥华的市中心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。就拿加拿大港湾航空公司来说，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去年来加拿大时都坐到这架的水上飞机哦。从温哥华市中心搭乘水上飞机，可以飞到以下6个目的地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很受游客欢迎的温哥华全景体验，就是在温哥华上空飞一圈。今天我就要尝试这个项目。水上飞机其实和普通民航一样，拥有自己的航班号以及固定的出发时间。登机前需要提前30分钟持有效证件办理登机手续，并且会拿到一张登机牌、一副耳机和一个多种语言的平板显示器，其中也有中文哦。提前15分钟登机，机长就在飞机旁边等着我们。第一次坐水上飞机其实还是挺紧张的。机长问我们，你们谁是第一次坐水上飞机呀？我们都说是第一次。然后机长说，我也是。这下把我们都逗笑了，我也就不紧张了。飞机这就起飞了。换个角度看世界，世界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。水上飞机虽然机型比较小，但是比我想象的要稳得多。以前搭乘民航时，虽然也是在空中俯瞰温哥华，但是由于民航的飞行高度要比水上飞机高很多，所以在水上飞机上可以更近距离、更清新地欣赏温哥华市中心和海湾的风景。接下来就请尽情感受温哥华的无敌美景吧。看过这般震撼的海景和城市景观后，你是不是想搬来温哥华了？我这次尝试的温哥华全景体验游票价，成人是135加币，儿童是75加币。从温哥华港口飞到维多利亚内港，单程机票大约是每人150加币。水上飞机作为一种独特的交通工具，适合哪类人群呢？应该是适合想节省交通时间，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目的地旅行或工作的客人，或者是想追求新鲜事物的客人。举个例子，搭乘水上飞机从温哥华的市中心飞到维多利亚内港，仅需35分钟，所以若是当天往返，时间也很富裕。在维多利亚内港，不仅可以欣赏 BC 省府大楼，还可以观鲸，还可以在帝后酒店吃一顿美美的下午茶，或者坐上一辆白色马车在内港周围闲逛。若有时间，还可以打车去最著名的布查特花园，欣赏由废弃石矿场改建而成的占地22公顷的如画风景。没有市中心停车的烦恼，没有玩的正尽兴，为了赶最后一班渡轮必须掉头走人的遗憾，可以漫步在市中心，仔细地品味维多利亚的魅力。
这种悠闲的感觉绝对和梁朝伟搭飞机去伦敦喂鸽子是一样的。但如果是坐船去维多利亚呢？从温哥华市中心开车开到 BC Ferry 邮轮码头 Tawasen 就需要45分钟左右，而且 BC Ferry 是需要至少提前30分钟等待的，错过了最近一班，下一班可能要1小时甚至2小时之后了。我们的车是可以直接开到邮轮上的，航行时间1.5小时。邮轮虽然慢，但是优点是可以近距离吹吹海风，欣赏海湾的风景。在维多利亚下船后，开车开到内港又需要30分钟，所以全程基本上需要3个小时。这样算起来，就知道水上飞机有多省时间了吧？大疫情过后，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加拿大旅行。我是静香，愿与你探讨北美华人生活和文化。欢迎留言讨论，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给我点个赞，订阅我并开启通知小铃铛吧。我们下周6见啦！